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美航母一旦被击沉，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张召忠早已有言在先。二、中国003航母2022年下水，最新卫星图引起美日印的担忧。美学者缅京，美海军仍有关键优势。现如今，世界已进入现代化军事领域，有国家接连不断地研制出一些高科技武器，以壮大本国的军事实力。航母就是其中一款具有巨大威力的海上武器。截至目前，全世界只有10个国家拥有航空母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自然是首当其冲。单是正在服役的航母就有11艘。众所周知，航母的战斗能力十分强大，所以各国都在加紧步伐，想要打造出更为先进的新航母。目前，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母，并且航母上部署的也是最先进的战机战舰，所以想要击沉一艘美国航母难度很大。于是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如果美航母真的被击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对此，我国军事专家张召忠给出了答案。目前美国的航母全部都是核动力航母，航行速度非常快。不仅如此，航母周围还有很多先进的战舰保驾护航，要想突破防御将其击沉，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据了解，核潜艇、反舰导弹、核导弹以及重型高爆水雷等武器可以有效打击航母，其中核潜艇对航母的威胁最大。虽然迄今为止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实战较量，但先进的核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发出的噪音极小，就是航母也难以探测和跟踪。而且当今世界各国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均携带有大量的潜射反舰导弹和鱼雷，攻击力极强，足以对航空母舰产生巨大的威胁，使航空母舰防不胜防。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真的被击沉，会直接导致其内部的核材料泄漏。这些核污染一旦在海洋中大肆扩散，不仅会严重影响海洋环境，还会影响到周边的生物，从而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而且一旦对航母进行攻击，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这样的结果美国恐怕也承担不起。总而言之，航母作战的风险巨大，美国也不会轻易将航母投入战斗。虽然美国核动力航母威力巨大且不容易被击败，但现如今各国对航母的研制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对于拥有航母的另外9个国家，美国也多少会有一些忌惮。而且航母的建造难度相当大，为了保证航母的安全，美国也不会轻易发起战斗。近日，美国媒体放出了一组003型航母最新的施工卫星图。从画面中来看，003型航母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主要分段都已经合拢。从完成度来看，的确已经进入到了完工倒计时。针对这样的施工速度和工程质量，外媒也道出了忧虑，尤其是中国的基建能力已经引起了美日印英等国家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按照003型航母模式去发展的话，未来先进大吨位航母的建造能力就只剩下中国一家，美国海军可能会在未来后的不久丧失与中国海军争夺航母领导权的资格。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从工业能力的角度和技术的研发储备程度出发。以造船厂为例，003型航母所处的江南造船厂最大的船坞长580米，宽120米。美国最大的造船厂，也是美国唯一一个能造航母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最大的船坞虽然长达661米，但是宽度只有76米。另外，江南造船厂还在不断的扩大面积，升级船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则因为经营问题等，频频爆出罢工、事故等问题，而且它的面积在不断缩小。而伴随着美国造船业的凋零，美国国内研发造船机械设备的厂家也在减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用于建造大吨位军用战舰的巨型龙门吊需要从中国进口，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起重设备和控压设备需要从中国进口，电磁弹射器、电磁阻拦索生产时所需的电路板也需要从中国进口。当然，这些都只是缩影。一艘福特级航母的诞生是背后数千家企业和厂家的共同努力，而这之中却还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企业。分析人士之所以定论美国未来会丧失与中国争夺航母领导权的资格，就是因为美国造船业，尤其是
军用船舶领域对华依赖越来越严重。当中国企业占据了足够份额的时候，美国还能不能造更大更先进的航母，已经完全由中国企业说了算了。与之相比，003型航母的诞生背景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时间对中国的禁运，使中国企业不得不自力更生研发能够满足建造需求的工业设备。到现在，中国企业依托国内蓬勃发展的造船业和工业生产市场，研发了大量的特殊工业设备来满足航母的建造需求。得益于近年来的发展，江南造船厂的规模在不断加大，其他船厂的面积和设备也在不断升级。消息指出，到2030年左右，江南造船厂的面积将会超过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届时中国海军就具备了类似美国海军那样的航母建造产能。一组图，一个船厂，背后是时代的发展缩影。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美国衰弱也是现实所然。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动将制造业和工业实施外包，只是为了避免国内高昂的成本。而随着生产体系链的断差，才会导致美国的造船业和造舰能力退步。到目前为止，世界3大造船国齐聚亚太，分别是中日韩。日韩两国虽然有建造的订单和生产的船厂，但是因为国家体量太小，研发难度太大，难以和中国相比拟。以日本为例，虽然一直传出将建造正规航母的能力，但是这么多年来也仅只是完成了排水量2.6万吨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对于像003型这样的超级航母，则失去了能力。以舰用发动机为例，日本国产的小功率燃气轮机无法驱动大吨位航母航行，即便是出云级直升机航母，也是以国外产品为依托，自身根本没有研发能力。而且日本也和美国一样，一旦深入建造大吨位高性能战舰的话，对中国的依赖也会加大。如果美日印英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企业提供设备的话，那他们的战舰产能和性能将直接取决于中国企业的态度和脾气。当初英国人建造排水量7万吨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就是采购了中国的巨型龙门吊，然后又将这款龙门吊转售到了印度。当巨型龙门吊发生机械故障需要专家维护时，中国企业以没有合同不承担维护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印度的请求。中国第3艘航母的建设在稳步进展当中，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下水。2021年10月23日拍摄的江南造船厂商业卫星图像显示，航母主要外部组件的安装已经接近完成。在船厂中，其他军用船只的建造工作似乎已经放缓，因为该造船厂正在赶工商船订单。过去几周003的外观有了重大变化，甲板上的2个大开口被封上了，这些开口允许发动机和动力装置等大型内部部件插入船体，它们的封顶表明主要内部部件的初步安装已经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开口还没有完全与甲板的其余部分齐平。航母的其他主要部件也即将完成，包括弹射器。舰首的一个弹射器仍被遮盖住，这表明工人们仍在安装和测试该系统。舰首的第2个弹射器还没有开始安装，在船左舷的第3个弹射器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弹射器是003航母的一个重大飞跃。中国现有的2艘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依靠的是不太先进的滑跃式起飞系统。003型新型弹射器辅助起飞与拦阻回收发射系统将能发射载荷更重、燃料更多的固定翼飞机，以及推力重量比更低的大型飞机。虽然在003型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航母下水之前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2个右旋升降机尚未安装，在未来几周内，雷达可能也会装备在舰岛上，武器系统也会转移到舰艇上，这些可以在下水后完成，但通常在干船坞中利用大型龙门起重机更容易的进行安装。在下水之前，紧靠在航母后面的即将相传的大型船体分段需要被移开。基于目前的观察，美专家估计003号将在约3到6个月后下水，然而未知的技术挑战也许会延长该预期时间，即使在下水后，仍将需要数年时间才会形成作战能力。此前，美国国防部曾预测003航母将于2023年服役，但最近国防部的评估结果显示，003航母将于2024年服役。003航母是江南造船厂的首要工期任务。近几个月以来，其他军舰的建造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该造船厂10月23日的卫星图像显示，很少的其他水面舰船，这与之前观察到的大量正在建造或装备的军舰形成鲜明对比。但商船的生产商并没有相应的放缓，至少目前来看，许多军民两用的设施似乎都集中在商船建造中。这种商业和军事的活动的模糊是许多中国造船厂的一个特点。003型目前就与一艘深
身份不明的集装箱船的船体共用一个干船坞。在003型被移到目前的位置之前，一艘隶属法国的集装箱船正在同一地点建造。在003型之前所处的大型海军战舰建造区域，另一艘商业舰艇的建造工作正在进行。CNN 报道，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9日发布分析评论，指出，依据最新卫星照显示，中国航母003可能会于2022年2月下水。不过，即使北京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海上部队，与美国航舰能力相当的003也即将下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专家说法，认为从实战经验的角度来看，美海军水平仍较大陆来的优越。虽然中国大陆因辽宁号与山东号的先后加入而大幅提升海军实力，但相较于美国有11艘现役航母，北京的能力仍远远落后于华盛顿。更何况，辽宁号与山东号都使用过时的苏联科技，即滑跳起飞系统。相较之下，美国则采用更先进的弹射系统，使用弹射系统起飞的战机可更快的升空，且能挂载更多的弹药与燃料，因而较使用滑跳起飞的战机更具优势。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